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13号星期一，又是新的一周了，是不是？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始呢？很多小伙伴问我热身的事儿。其实我平常训练的时候，热身是很草率的。比赛的时候是这样，如果是10公里、半马、5公里这种短的比赛，会稍微认真一点；全马的话就会稍微放一些。今天跟大家先分享一下。如果我是一场马拉松比赛，我怎么热身？以前的节目其实也拍到过。其实热身对我们来说，主要的目的有这么几个。我认为第一个是防止你起跑的时候肌肉拉伤。那这个怎么做呢？一般其实你看，我们就踢腿啊。大多数踢腿或者做马克操就能解决，有个10几下、20几下，问题就不大。你踢腿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这个地方，你这样踢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大腿后侧的肌肉会被拉伸，它就不像是那种静态拉伸那么重，一定不要做静态拉伸。你这样感觉到这儿被抻一抻，然后你起跑的时候，你这儿的肌肉就不是那么的僵硬。然后之后就是侧面，你看。然后我们做马克操，你这样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地方，你这个地方的肌肉会有收缩和那个怎么说和发力，然后你在起跑的时候也就不会有太就瞬间的那种刺激。其实我们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放松，然后比方说大腿内侧呀，这样。不需要太强烈，一定不要做特别超限的动作。这是第一种目的。那上半身你就随意了，然后胳膊你就随便动一动就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做什么动作呢？不要做类似这种动作。你看啊，或者是比方说这样，或者是这样，或者这样，或者是这样。不要做这些动作，在比赛之前，这些动作它不会让你出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如果肌肉被抻得过于的松的话，会影响运动表现，而且有可能会增加受伤的风险。这是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就是防止起跑前2-3公里岔气儿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其实我个人啊，每个人其实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跑到半程或者后半程累的时候会岔气儿，我不是这样。或者说我猜您说那个岔气儿可能跟我说这个不一样，就是我跑到后面特别极限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这个地方会有疼痛，但是那其实不是岔气儿。岔气儿就是你刚开始1-2公里，尤其是前几百米，你可能突围变速什么的，或者突然你一加速，但是这种东西你说能完全避免，我觉得不能。但是怎么避免？就是起跑之前你先跑一跑，做高抬腿。高抬腿跟跑一跑我就不演示了。差不多对于全马或者半马比赛来说，起跑前的半个小时或者15分钟左右，你可以跑个200-300米，最后稍微冲那么2-3下就足够了。所以我觉得起跑前热身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一会儿咱们起跑了咱们再聊。另外关于热身，其实有一个现身说法，就今天就是比赛的时候，如果你当天的状态特别不好，那热身其实是可以帮你稍微调回来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不足以靠一个热身就能把状态拉回来，所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靠之前调。但是什么时候热身会稍微的有点用呢？比方说今天其实我状态不好，这几天因为工作什么的特别忙，睡得少。然后今天我又穿了双薄底鞋，穿的那个 Adidas 9。本来今天的计划就慢跑10几公里，但是觉得不行，我就要稍微冲一冲。这我总跟大家分享的，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你真的跑10几公里、20公里太煎熬了。所以今天到楼下开表的时候，临时设了一个10个2分钟，2分钟快1分钟慢，但是配速目标定的低。这其实就相当于，比方说我今天状态不好，但是我要跑一个有挑战的课，或者是我有一个小比赛，那其实你的热身除了动态动一动以外，
还可以。冲击组感觉就不一样。我马上开始第一个吧。走。好的，います。其实我跑到这儿3公里多，就已经好多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比赛是个半马或者10公里，跑之前冲击组调状态有用的。如果是全马的话，其实关系不太大。穿薄底鞋跑速度感觉不一样啊，也可能是因为是第一组的原因，这感觉就接近场地赛的钉鞋了。有时候我决定今天跑什么之前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，真心话。所以都是在摸索。还行，3分40多。我还没看芝加哥马拉松的成绩呢。昨天不到8点睡着的，今天5点10分了才醒，而且特困。现在软件给我写的，我还有15%的睡眠债务，一天缓不过来。结束第一个，3分45的平均配速是2分钟，然后这样慢跑1分钟再开始。第7个和第8个都是3分30以内，第9个3分33，还有20多秒。最后一个，好累啊！这个薄底鞋的感觉，第一次穿薄底鞋做速度训练。上一次还是刚开始跑步没多久的时候，还有6秒，3、2、1、0，走！
哦，3分17，结束了。现在心率178，那刚才应该180多了。今年不知不觉跑了将近11公里，这距离也凑出来了。小伙伴们可以观察心率的变化。但是其实从那个麦盛的测试回来，我其实应该多跑有氧，但是今天实在是起不来，今天状态不好，冲几组状态就好了，要不然白天也不太行。真心话，其实很多东西我在节目里都会说的挺仔细，比方说周6那20公里我是怎么补给的，其实说的挺清楚的。我看有小伙伴评论区在问，现在 B 站的那个 iPad 的 APP 有个 bug， 我点回复回不了，也可能是因为是外接键盘的原因，但我键盘也是官方的啊，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的时候我没回您，您再看一眼那天的节目，真的说的挺清楚的。喝了什么，吃了什么，起跑前是几点起床的，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都说了，真的。跟大家分享，继续分享热身吧。就是有小伙伴会觉得热身会让你变累，累了以后影响你的体能。其实没有人是一场马拉松把体能用尽的，就是我们体能用不尽，用尽了你就休克了，对不对？最后都是有剩余的量的。马拉松大家跑多了就能发现了，可能屏幕前有跑得快的小伙伴可以弹幕分享一下我说的对不对。就是马拉松到最后的感觉是要在42.195这个有限的距离里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，让自己跑得快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也是这种感觉，差不多跑进2小时55、2小时50，这种感觉就很明显了。就是你不是说这场比赛我有没有那个体力跑完了，而且其实马拉松你跑得越快，因为距离是固定的嘛，对吧？大多数情况下你跑得越快，你的热量总消耗会越小。那考验的是什么呢？考验的是肌肉在这个高负载下的耐受力，而不是考验你身体里有多少能量。因为我们平常训练是不会凭空你原来身体能储存3000千卡，现在就能变成4000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说你怎么样用更少的能量跑出同样的距离，也就是说用更少的时间。所以热身不用太担心能量损耗，但是你也不能说我距离起点加距离起点3公里，我早上跑过去3公里就过分了。我觉得1公里，如果家里距起点1公里特合适。那去跑北马的小伙伴们试试住北京饭店，嘿嘿嘿，住北京饭店早上起来溜达过去，你就起来吃完饭都准备好，走个300-400米，跑2步，然后呢做2组几十米的冲刺，之后呢再跑2步，然后差不多就快到了，然后就溜达过去，真的挺好的。或者人直接住在和平门那附近也行，都挺好，住前门。其实马拉松早上起来的消耗有时候挺大的。你看像海外这些马拉松，为什么柏林呀、芝加哥呀，尤其是芝加哥，我会说挺适合普通人去参赛的。因为起点就在市中心，起终点在一起，你早上起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走过去的，你去游客区基本都住那附近。我猜绝大多数小伙伴去过都住在密西根大街那条街辐射范围内，对不对？起点也在那儿。但是你说像
其实纽约这种有车给你拉过去还好，纽约波士顿也还好，像伦敦那种早上起来挤完那个电车就已经累了，很累了。所以参加北马的小伙伴，你就别订终点的酒店。北京，你看地图都是那么大一块儿，当然比例尺不一样，北京太大了。你从终点坐车坐到起点，可能得40来分钟，我估计，而且人肯定不会少。这次神户马拉松，我就打算前一天住过去，不挤早上那个车了，那样有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比较僵。就起跑之前，咱们先说完热身，说最好别干什么，你别找一个特别硬的地方坐着，尤其是长时间坐着，尤其是那个地方比较矮，比方这种马路牙子，它会有什么坏处呢？这我亲身经历，虽然不是比赛之前，就是你坐特低的时候，然后你的大腿膝盖是向胸部走的，对吧？你的大腿后侧臀部的肌肉就会是拉伸状态。然后呢，这东西又特硬的时候就会硌，因为我们都特瘦，跑马拉松你跑到精英都特瘦，坐久了你还觉得骨头硌那个肉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骨头硌肉，是那个坐的地方硌骨头。那样的话，你那肌肉那块就是充血的，然后你再起来直接拍拍屁股去比赛了，就不太好。这个得避免。为什么我说这得避免？就是有一年春节去家属爷爷奶奶家，人口多，我弄了一个小板凳坐那儿跟他们聊天，坐了好几个小时，然后第二天就不行了。第二天我刚一起跑，就臀部肌肉就拉伤了，休了1个多礼拜。有时候你感觉不出来，有这种大肌肉群，你里边有点损伤，有点充血，你不觉得，周围一代偿就过去了。差不多，这要快到比赛季了，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。好多小伙伴10月26号就有比赛了，有10月19号就有比赛了，对吧？都加油加油，准备回家。10月13号星期一训练结束，总的跑量是15公里。今天热身，然后10个2分钟快1分钟慢，然后冷身。看看单圈数据吧。第一个2分钟平均配速3分45，跑了0.53公里。第二个2分钟平均配速3分39， 0.55公里。第三个3分33， 0.56公里，越来越快哈。第四个3分36， 0.56公里。第五个3分35， 0.56公里。第六个3分36， 0.56公里。第七个3分26， 0.58公里。第八个3分29， 0.57公里。第九个3分33， 0.56公里。最后一个3分17， 0.61公里。可以。今天其实不应该跑这种训练的，但是有时候就是你随着自己状态去调整就好。明天轻松跑，后天是合练的强度课，然后周4、周5都轻松跑，周6那个10000米是上午11点多起跑啊。那10000米打算当成一场训练了，就不再冲了，因为那个10000米之后，下一周就是上海的10公里，还有一个旅途的疲劳的事情。就是到比赛季的时候，就是各种的调整和妥协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热身，至于训练之后冷身这个事儿，我觉得轻松跑一跑就好了。拉伸什么的，其实不是必须的。我到现在仍然觉得静态拉伸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按摩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冷热交替是好的选择。但是你要比方说我做一个特别超限的拉伸，可能不好，尤其是这样，你看啊，新手小伙伴们累了之后，尤其是特别累了之后，你做这个动作，不要太使劲做这个动作，做这动作也没关系，慢慢的放下来。你有一次我就是一块的放下来，然后膝盖这个地方就拉伤了。好吧，
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